绣球呢，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圆部分，是有一层一层的这个像蛋糕裙一样的花瓣，所以你先把这2点搞清楚。然后上面的颜色偏亮，中间是灰色，下面是暗色。亮色就是黑白灰，先把色性搞清楚啊。我们画一个草稿，啊。这个是最简单的。我们看啊，我们刚才看这个球，整体上它就是一个球，对不对？整体上它就是这么一个球体。就是在刚开始你不知道如何去画，刚开始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球，对吧？球下面呢还有一层花瓣，对不对？像蛋糕裙一样。那么我们之前普通的画法是不是有开口了？普通这个花头是不是这有开口？而我们今天这没有开口，对不对？普通的画法这开了一个口，这边一个花心。那么我们今天一种呢，其实它有花心，有这个柱子啊，花柱，那么花瓣都连接在花柱上。那么今天这种绣球这种就看不见了。我们之前把它上半部分想象成一个碗，对不对？碗要加十字旁，上半部分看成碗，下一半呢，这是碗，下一半是什么？盘子，对不对？下一半部分是看成一个盘子，对吧？为什么看成一个盘子？因为你看一个盘子这底部，盘子它这个圆的啊，它是盛开的，平一点，碗就有一定的深度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今天要画的就是一个绣球，上半分是球，那么下半分就是这种蛋糕裙的花瓣，一层一层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一层呢，我们通常就叫它盆子，上面呢就叫做碗。那么现在是绣球型的，那么就不是碗了，现在就改成球了啊，因为它现在没有这个花心了，看不到了。现在这部分要把它看成一个球。那么既然是一个球，那么它要把这个球变成立体感，那就要把光线区分一下。那么上半部分呢叫亮面，看啊，你看从这儿开始这是亮面，对不对？从这儿开始这是亮面，然后这有一圈是灰的啊。那么这一圈啊，这个亮面偏多一些啊。那么这一部分是亮面啊，这一部分是亮面。那么这一部分呢是灰的。那么下面大花瓣呢，这是黑的。这叫黑白灰，分3层啊，分3层黑白灰，是不是有点乱了？黑白灰就是这一层啊，这一层是亮面啊，这一层呢是灰面，那么下面这一层呢是黑的，黑白灰啊，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。那我们现在画之前要怎么样啊？想好构图，对吧？想好构图。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去构图呢？这个呢，刚才那个画的不好，再来一下啊。刚才说了，这是个绣球，对吧？这上面是个球体，球体是亮面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球还有一层灰面，灰面下面有一层，这是黑的，就是暗的地方，黑白灰啊，这是3个层次。那么我们现在这是一张纸，4尺4开的，35乘以68的。我们现在要把这张纸呢，上面画一个作品，因为纸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尽量要避开中足线的地方，所以这个花头可以在右边偏左一点，对吧？然后枝干呢
枝干可以往这里来，对不对？枝干可以往这里来，这个地方你可以画一个花苞。那么叶子呢，往这两边长，我们就画一个这样的构图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是叶子啊，叶子啊，这边也有叶子啊，这边呢可以画个花，也可以画个花苞，到时候我们看我们剩下多少空间，好不好？这步明不明白啊？这个是这个花头的分析，花头分析啊，这步很重要啊，因为你任何一笔去画，你都是有目的的，如果没有目的，你就没法去画啊。那么这个就叫什么？构图。你们现在看这是什么样的构图？构图有5种，对吧？ S 型、C 字形、三角形、井字形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形？还有一个是什么形？还记得吗？构图还有一个是什么形呢？哎，我居然忘了。S 型、C 字形、井字形还有个平行四边形，对吧？还有个平行四边形。构图就有这种5种形式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这属于哪一种呢？我们这属于哪一种？我们这个说 S 型，可以改成 S 型，这样的反 S， 也可以说是 C 字形。我们这个可能就在这2种形体之间去画，对吧？那怎样确定是 S 型？就要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到时候有没有空间来处理。如果没有空间，直接画成 C 型；有空间，我们就可以变成 S 型啊。这个要待定。就是每一次画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画一个小草稿啊。我现在看到我们很多会员，哎，已经差不多要飞起来了啊，要画作品了。这个时候，你们才会发现画叶子和构图多么的重要。构图跟2个叶子啊。画叶子跟谁有关？画叶子就跟构图有关。你比如说这种，如果我要营造 S 型，那我这边必须要多一点叶子。一个是构图有关，第2个是什么？重心有关。画叶子跟构图和重心有关。比如说我现在重心在左边，我现在右边肯定我要保持画面的平衡，我右边肯定要多来一点叶子，对不对？我可能要多来一点，多画几组。所以很多到了后期，老师叶子好难画呀，除了你要掌握叶子的基本画法之外呢，还是要掌握构图和重心问题啊。这个呢，在我们的课上我反复的去讲啊，就是每次讲一点，大家会加深一下印象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有人说品质画叶子的时候用品质比较好啊。画这种构图呢，我们用几何图形来代替吧，因为这个好记好用。这是一张正式的纸，要看看中轴线在哪里啊，然后哎随便用笔勾一下你的花头在哪里。比如说我想把花头画在这里啊，我在中轴线偏上，这个是可以的啊，尽量不要在正中间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画啊。首先上面是一个球下面有一点灰色部分，再下面是都从定位画瓣开始啊。比如说我现在这是定位画瓣开始，定位画瓣呢，因为是绣球嘛，那你画瓣可以画小一点，尽量的画小一点啊。那么一开始它肯定是像一个圆一样，那么在起初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自由的发挥。因为这个呢，对于花瓣来说，它可以各个朝向都有。对于花头结构来说呢，你看它是包的还是盛开的？如果往上包，反瓣偏多；如果说是盛开的，正瓣偏多。那么这个花瓣就要倒下来。你看这个花瓣倒下来，比如说这个花瓣倒下来是什么形态？这个花瓣倒下来，它不就是这样走？倒下来是这样走的。笔尖可以调一点点曙红进来吧，因为我深的不够深，太漂亮怎么调的啊？看看盘子啊，看看盘子，
那么这个呢，把这个正半、立半放倒了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它的结构是有的啊，虽然乱画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啊，并不是一点没有。如果一点没有，那大家还怎么去？那么这一部分就是从中间开始的哈，从正半开始的，正半往上颜色变浅，正半腰线的一圈颜色是变灰，再往下颜色加重，要记住这个层次哈。即使你花瓣画的不好，你层次对，这个画的一样好看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重点，我们可以画仔细一点啊，颜色可以深一点，可以丰富一点点。那想花头大一点，这个瓣呢就要可以往两边走，可以往两边多走走啊。然后颜色不够呢，回来调一调啊。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啊，就是这几个颜色调出来的。然后笔尖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啊，调曙红。这个我们课上都有讲啊，课上都有讲。那么我们要这个时候你可以。这个可以继续包，你也可以让它盛开。比如说我要它包吧，那这个时候瓣就要小哦，不仅是往上走的，那么盛开的也有啊。有些地方它就是盛开的，盛开的就画正瓣。正瓣啊，你看这就是正瓣。不要先去追求细节啊，先要追求你心中的那朵花长成什么样的，你能给它画成什么样的。那么这些地方你看从这里你完全可以乱画了啊，因为从这个地方后面可以画的虚一点，你只要色性对了啊，颜色就可以虚一点，但是要多调点色啊，多调色颜色会更丰富一些。像这个地方你看，我可以从四面八方的来画这种花瓣，四面八方的我可以这样画，我还可以这样来一笔，来完了再这样来一笔。那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画呢？因为上面你要把它看成一个球体，往内包，那它肯定是反瓣偏多。那么有反就有正，啊。那么正反相结合，然后再加上大小，像这种细节的地方可以再来一笔，这个呢可以画一点大一点的瓣，大一点的。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颜色要让它朦胧一点啊。我们像牡丹不要像这种很俗的方向发展，我们要向那种唯美的方向发展啊，画的唯美一点，这样比较耐看，经久不衰啊。一说牡丹，我们过去给人的感觉就是红花配绿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看多了，看俗了？随着这个文化的发展啊，这还是要有所改良啊，这样才能有所进步。这个审美观点呢，就是长期接受一种形式，大家也会疲劳的，所以适当的做出调整啊。因为这种唯美的画法呢，我也是最近才领悟出来，我就慢慢尝试啊。我先开始尝试从画花苞开始，然后从开始画花头。那么唯美的画法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调色啊，调色，尽量调的这种淡雅一点，但是呢又漂亮。那么要求这种画法，要求对这个花，像这种我要画盛开的，
声音，有声音是吧？有声音就好，我自己感觉就没有声音。那么这种画法哈，就是要掌握调色很重要，一个调色，一个对牡丹的这个结构的理解，就是你理解了这种结构、这种画法以后，任何一种牡丹你都会画的啊。但是画这种呢，基本功是要有的哈，如果没有基本功就很难了。然后这边呢，你看开始画外面的这种，外面这种瓣呢，你可以带一点各种各样的形态啊。首先要想象它是一个圆，尽量画成一个圆啊。哪怕后面画的感觉不像花瓣，那也没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画的是要这种朦胧的感觉，所以后面虚一点，虚一点才能出来这种朦胧的感觉。你看后面颜色就特别虚。那么我们继续画这种后面的啊，图标啊，没有图标，像这些呢调色，在我们的课程里都会给大家讲啊，包括花头的结构都会给大家讲的。那么上面是虚的哈，从下面开始加重了啊，颜色开始加重，因为要是这边呢是灰色地带啊，灰色地带，颜色可以深一点点，但是也要稳定啊，如果不稳的话，画着花头有点飘。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画一些这个颜色深一点的斑。这个我们课程里面都有讲啊，都有讲。那么这一块呢，开始颜色加重了啊，所以只要把色性讲一下啊，色块讲一下，即使没有这个画画基础，也是能学会的啊。我们已经验证过啊，我们很多学员都没有画画基础，一样学得很好啊。那么这个下面颜色深一点。这个颜色很梦幻啊！我们课程里还有更漂亮的颜色啊，课程里面还有更漂亮的，各种各样的牡丹的画法都有。这个下面颜色加重一点啊。颜色要加重，下面要加重底色。多加一点底色。回两笔。下面颜色偏红一点啊。下面继续，刚才这个水分有点大了，不过正好这个水分大，有一点，这种水彩的感觉。水彩的感觉。
该大的时候大还是可以的。下面颜色就要深啊。我们继续把这边画一下，接着加一下，再切一下啊。再仔细看这边，这边要是水大了，形儿再加一下，回两笔，回两笔。下面颜色可以修一下，这边水大了，这个可以再修一下。这个是用的胭脂啊，用胭脂切。可以更丰富一点。那么下面的重色啊，这边灰，这边亮色。那我们可以再修一下啊，中间的，再把大形再修一下。这个调色，你看盘里就知道了啊。调这个三青，然后蒙紫啊，然后再加玫红，用尖毫毛笔调这个玛丽颜料啊。然后空白的地方呢，可以再再看，有些地方要想活跃一点，可以再加一点形啊。国产的啊，这些细节的地方可以再修补一下啊。这叫曙红，我是说玛丽牌颜料，再添加一点点。这边呢，看哪些地方需要的，回两笔。上面如果想要再加大，可以继续。就是我们经常画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啊，色性的转变，而不是颜色的转变啊。色性要转变。蒙紫色咋配的？买的，蒙紫色配不了，买的啊。对，我没有上小黄车哈，你们想要这个蒙紫色的吗？我给大家上个小黄车吧。我刚才一直画，我今天懒得上，因为今天我觉得就是想认真画画。同款的纸啊，同款的纸都有啊，同款的纸。然后这个挂历也有啊，然后这个书也有颜料啊，切割板再给大家上一下，然后毛笔也给大家上一点，好吧？玛丽颜料给大家上，然后马油膏也给大家上，画多了颈椎疼啊，可以用马油膏啊。今天终于看懂了，看懂了就不错啊，那你今天没白来啊。就是这种绣球的更简单啊，比我们之前那种常规的更简单。那么这后面呢，想要画一些还可以加，我们把色性再往后拉一档，可以加点三青色。对，是玛丽牌颜料啊，玛丽牌颜料，是我们大家经常用的。这个颜料呢划算，然后后面你看，后面想加一些颜色就再浅一点，虚一点啊，尽量虚一点。这个蒙紫色小黄车里已经上了啊，没见过。是这个颜色啊，是这种，在小黄车13号链接有，小黄车13号链接，你们可以在小黄车13号链接去找这个颜色啊，这颜色卖的很多的。
然后后面呢可以再继续加浅一点颜色，后面点一点就行了啊，点一点。我们这个整个画头不能拉的太长了啊，后面点一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还可以加一个大的，你们找到了吗？蒙紫色，这个没有蒙紫色画不出来哦。这个颜色，这个不是紫色啊，紫色这个太深了，紫色画不出来。你再看这加一笔够不够？还行，加一两笔大的，少两笔。右边再加两笔。这样就可以了，不能再画了，再画太大了，这样就可以啊。但我觉得左边还是可以修两下，用这个颜色啊画的比较淡雅，唯美一点。看这一笔感觉有点，可以给它修个大的吧。趁没有干的时候修啊，要是干了就不好修了。这样就可以。这样颜色你们看，就是亮的地方亮，暗的地方亮，暗的地方就暗一点，整个画面的这个画风就特别稳啊，唯美一点，就是这么画出来的。然后这些呢，你看有些地方细节的地方，你可以加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个颜色比较难调哈，它是多种颜色混合在一起，所以如果你点一点，点出来会更漂亮一点。人家说这种画法是最简单的啊，就是这种绣球是最简单的。然后再加一点，加一点太白，藤黄不够，再加一点。这个你们自己也能画出来，你看多简单。就是难的在哪呢？难的就是你要把这个球体画出这种立体的感觉来，这一点是比较难的啊。像给它画一点花蕊，那么这种花是有蕊的啊，只不过它从花瓣的缝隙里画，只需要注意疏和密就行了啊。点一点花蕊更好看一点。我们画这个画头，切记画的特别深的颜色啊，大红大绿的，偶尔画一个可以，就是整幅画面多了就不好看，还是以颜色唯美一点，丰富一点好看。因为我们之前画那种画的太多了，审美疲劳了。这种画法你们觉得简不简单？画这种后面呢可以点一点这个花蕊，只要有就行了啊，虚一点。那么密的地方肯定是在前面啊，那么这些就是密的地方啊，这些是密的地方。这些都是密的地方。3、4笔一组就够了。